预排之后，对捧花整体配置会更有想法。而这一集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抓花的10个小秘诀。抓花的顺序大致上跟预排时一样。第一朵是最高点的庭园玫瑰，再来是大朵玫瑰，2朵高低落差大概2公分。绑点大概是从花面往下15到20公分的地方。2朵花之间的空隙补上绣球，绣球高度介于2朵花之间，千万不要拉太高。另一侧也补上1束。更快上手的小秘诀1就是抓好每3到4支材料时，就先用花艺胶带绕2圈，稍微固定一下绑点。这么做比一口气抓到结束再固定轻松很多哦。接下来以前面这朵大玫瑰开始扩展三角形面积，蔷薇为第2点。为了避免蔷薇和玫瑰挤在一起，可以调整花茎角度，并让它些微的比大玫瑰高一点。补缝隙的叶材稍微高于块状花。接着以中玫瑰作为三角形面积的第3点。抓花的第2个小秘诀是，越到外缘花材的高度越低。记得后面加上去的材料高度都要逐渐下降，这样才会有明显的半圆形轮廓哦。这时候又可以再稍微固定一下绑点。小秘诀3，每次固定绑点之后，就微调一下花茎角度，避免材料之间太过拥挤。抓好第1块三角形面积之后，转到侧面，接着以蔷薇作为第1点，再做1块三角形面积，大玫瑰作为第2点，高度一样，略低于最高点的庭园玫瑰。再以小玫瑰作为三角形面积的第3点。小秘诀4，确认好高度之后，再把花茎往绑点靠上去捏紧。固定一下。微调花茎角度，避免材料挤在一起。再转到后面，以大玫瑰作为第1点，小玫瑰作为第2点。随时注意花茎如果稍微弯曲，都要矫正一下。小秘诀5，避免铁丝花茎互相交错或缠绕，捧花的每一支花茎都要尽可能笔直，每一支花茎都是一支一支加上去。除了最后阶段需要加轻珠宝点缀才允许穿插，其他材料的花茎都要避免插队的状况哦。接着以蔷薇作为三角形面积的第3点。再固定一下绑点，微调一下花茎角度，
再转一下，这个角度刚好已经有2朵邻近的玫瑰，可以用小玫瑰作为第3点连成三角形面积，随时注意微调花茎角度，转回正面。右后方面积大致完成，接着准备扩展左半边的面积，补上百日草，略高于旁边的材料。第2朵百日草的高度稍微低于前1朵。小秘诀6：越到后面加的材料，花茎往外折的角度越大。抓花的过程是以最高点那一支作为中心点，再依序逐次加上其他材料的花茎。越到后面加的材料越接近半圆形外缘，因此花茎往外折的角度也越来越大。不雕捧花的铁丝技法和鲜花的螺旋花角很不一样哦。这画面像不像抓着一束气球呢？接着来做左半边剩下25%的浅绿色面积，先补一点缝隙。小秘诀7：学习手指放松，并练习2手并用。刚开始学抓花的时候，经常会觉得手酸。新手学习偶尔换手抓花，并提醒自己手指适度放松是非常重要的。小秘诀8：俯视观察，再调整。越到后面越需要从上而下俯视整个圆形轮廓，俯视更容易看见哪里需要再补材料，外缘才会收得更漂亮哦。记得调整花茎角度，并维持花茎笔直。提醒自己放松并换手。俯视检查一下，侧面也检查一下，最后外加青珠宝小花，比旁边的块状花高一些。这一类的异材质比较重，确认好高度之后，就缠花艺胶带固定绑点。用绣球补缝隙，
小蝴蝶花角从绣球的地方穿插进去。虽然是插对，但也要尽量避免让花茎看起来明显交错混乱哦。单颗钻饰一样高于绣球。再利用剩余的材料补空隙，俯视检查，最后用叶片长一点的芒旗拉出捧花外缘的线条。右后方外缘用芒旗，而左侧外缘用 Stoby。最外缘的叶材线条可以拉高一些。整体而言 ，Stoby 线条稍微往下弯曲，而芒旗是往上拉高。小秘诀9：整把拿起来从下往上检查。这么做方便检查整体花角是否每一只都笔直往外缘扩展。也可以确认最外围的叶材是否整齐。捧花没有包装纸包覆，只有叶材保护最外缘，所以细节需要更讲究哦。小秘诀10：去除绑点附近的小叶片，这样更方便固定绑点，外观气质也更清爽哦。最后再调整一下叶片的角度，到这边已经抓得差不多了哦。双手就是无形的花器，希望今天花老师分享的抓花小秘诀对大家有帮助。下一集 Part 5，我们来学习捧花蕾丝把手的做法。田园风搭配蕾丝更显低调华丽。如果您喜欢这一集的分享，记得一定要按赞并订阅频道哦。